一艘驶往意大利的偷渡船在地中海利比亚附近的海域沉没，仅有28人获救，其余700多人全部丧生。这场空前惨烈的大海难也使今年在这一领域丧生的偷渡人数达到了1600人，超过了史上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死亡人数。为什么这些偷渡客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九死一生的险路呢？这艘偷渡船的沉没是在利比亚附近的海域，但是离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仅仅也就是130多公里左右。那么这个海域呢，以往发生的这些沉船事故和偷渡有关的绝大多数的目的地就是奔着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因为兰佩杜萨岛呢，这个岛子在意大利的最南端，离突尼斯、利比亚都非常近，比去这欧洲本土要近得多。那么你到了这个岛子上，虽然它只有20平方公里，却等于踏上了意大利的领土，也就等于踏上了欧盟的领土。那么通过意大利再去其他国家就变得相对容易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大量的非洲和中亚难民往这个欧洲进行偷渡的最重要的地点。那么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都走这趟线呢？这趟线是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内海上偷渡最热的一趟线。这趟线代表着什么呢？并不是说是有很多人非法移民，说我一个劲儿想去欧洲。这趟线走的多数是难民，是由于战争、饥饿、灾荒、瘟疫等等原因造成大量的非洲难民。那么这一趟线它经过的地点呢，起点并不是说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海边，不是这个，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国家。你看着他们很多人从利比亚走，其实利比亚在当年内战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的人偷渡，而且这偷渡人里头利比亚人并不占大多数，多数是西非一带的老百姓。就是西非一带这些年连年有战争，连年有灾荒，甚至有像伊波拉病毒这样的瘟疫，所以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这才要移民，才要偷渡。正好这个时候呢，利比亚知道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对边境是完全失控的，所以有大量的非洲难民通过利比亚的这个边境来到地中海沿岸，通过这儿往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走。所以这时这趟线变得空前热起来，所以大部分偷渡客并不是非法移民，而是难民。而且这趟线热还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叙利亚呀、也门呐、伊拉克呀它的局势有关。因为现在在这个中亚西亚一带呢出现很混乱的局面，所以那里又有大量的难民，他们也有很多呢通过地中海呢往这欧洲这边来，所以一下子使这一块的局面变得空前复杂起来。你像前不久就意大利呢也组织了自己的这个一些临时机动队，包括潜艇和飞机在这海域进行搜救，因为这海域总出事嘛，所以国际人道主义也多次谴责，说欧洲这些国家就不在那儿发展经济，就没想到这些偷渡人的生命安全你得救啊。像这次那一整船最后就救上28个。意大利开始派了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进行搜救，但问题是呢，每个月它的花销高达900万欧元，意大利现在财政也不景气，也有点承受不起。因为呢，欧洲本身呢，它的社会福利还好，这人口也少，所以很多偷渡者认为呢，欧洲简直就是天堂。但是欧盟确实缺乏劳动力，再加欧盟福利好，生存空间比较大，社会条件也不错，所以吸引了大量的难民作为偷渡客来到这片土地上。而且现在欧洲的这个难民和移民的压力空前的大。为什么？我刚才只说了非洲这块战乱啊、饥荒啊、这个瘟疫等等等等。那你再看中亚这一块，中亚和西亚一部分难民也要走地中海的线路来。另外我们看东欧还有一些这个国家呢，现在经济条件不景气，也有很多人想通过这个渠道偷渡来移民。他们往往呢是从这个中亚呢到俄罗斯，然后从俄罗斯进乌克兰，然后从乌克兰呢
再往捷克呀这些国家来，从这个东欧进入到西欧。而这里边呢，非法移民呢，大多数是在原来的地方找不着工作了，想寻求生存之路。有很多女性，到了西欧没别的干呢，只能从事皮肉生意。所以现在呢，欧洲呢，它是偷渡者非常理想的天堂。他很多人认为那里是最好的，所以东边来自乌克兰，东南边来自这个中亚，这边南边来自非洲，三面合围。所以现在欧洲面临的这个偷渡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样大规模的偷渡客死到海上，这是对这个欧盟的压力也很大。就说你在附近海域你的搜救能力，就从人道主义出发，你应该去救这些人。所以现在欧盟受到很多人道主义是有不同政见人的一种谴责。当然移民这个问题，偷渡这个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你看我们刚才说地中海这趟线，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条偷渡客线路。除此之外呢，我们说还有2条，就是移民、非法移民和偷渡客的通道比较热的。一条是刚才我们说的从中亚这边取到俄罗斯，再从乌克兰到捷克、波兰，这是一趟线。还有一趟线呢，就是存在于北美，就是墨西哥到美国。它这趟线呢，是有很多中美洲甚至南美洲的人进入中美洲之后呢，然后通过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境内，然后爬火车呢来到这个美国墨西哥边境，然后从这儿偷渡。美国每年都花很大的力气来打击这种非法移民和偷渡，但是挡不住。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南美洲、中北美洲，它整个的生存条件照美国比要差的很多。很多人到美国就是寻求一条活路，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所以经济上巨大的悬殊，它是造成偷渡客的重要原因。所以一方面是经济，一方面我们刚才说这个难民现象，就没处可去了，我只能是寻求一个安稳的地方。其实偷渡这条道，第一个他们向往的欧洲、美国并不都是天堂。你到这去之后呢，很多时候取得不了合法身份，往往被当时的一些黑帮所控制，或者去打黑工，收入非常低，甚至不明不白的在当地就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有可能客死他乡都不知道。就说你到那去也不一定是天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整个偷渡这趟线险象环生，充满着各种不可知的风险。我们就拿说这次意大利海难这个事情吧，就是这些偷渡客70-80%呢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像尼日尔这些个地方的人。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变卖自己的家产给这些偷渡的组织者蛇头。这帮蛇头是非常贪婪的，往往这么一个人，就这都已经是难民了，要他们多少钱？人头费大概就$500到$1000，这是在穷困的非洲，就经常这些人倾家荡产把房地全卖了都不够，好不容易把这钱凑上来。有人说那不给蛇头钱，我自己往过走，通过这儿。这些蛇头和地方的一些武装都有勾连，你想不跟蛇头互相勾结，通过这些地方几乎不可能，甚至有的自己跑过去了，都到了这个利比亚和这个就地中海沿岸一带了，要被蛇头发现你是自己想偷渡的，那毫不留情把你除掉，甚至把你杀了之后尸首在那示众。那么首先一道关并不是海上，而是要经过撒哈拉沙漠，这些蛇头带着你开着破车从这边走。沙漠里头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清楚，那天气现象一天多变，有可能突然这个车就抛锚到这儿了，就得原地宿营。有的时候经过沙漠，经过好多天，晚上在沙漠里住非常危险。白天你看的温度到50度，到晚上可能就零下10度，温差特别大。有时候可能遇到风暴，然后到了海边之后弄这个船。像这次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大沉船事故，严重的超载。正常那个船上可能装的人也就是200-300人，你装了700-800人。说当时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靠近这船的时候，这些蛇头为了躲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船上这些难民呢往另外一侧赶，结果造成这个船不堪负重，侧过来了，一点点沉了，翻了。所以就是蛇头为了赚更多的钱，那是往死了往船上塞人，就不管什么地方都能塞下人。
而且这里头有相当多的人，有可能根本到不了目的地，就没有海难事故发生的话，有可能就死到船上了。我们不少朋友可能还记得当年这个往美国运黑奴的过程，很多人看过一些电影作品里边描述的，那就是舱里边阴暗潮湿，经常混合着那种废气柴油气那个味道，把人往里塞的越来越多，最后都喘不上气儿来，有很多人窒息闷死到里头，或者在船上一旦又有传染病发生，一死死一片。这些蛇头残忍到什么程度呢？谁要死了之后直接扔海里，为啥船后边跟着鲨鱼呢？喂鲨鱼得了。所以像这样偷渡的事儿呢，不光说这趟海运线上，你蛇头是不管你偷渡客的死亡的，因为这些本身就都是违法的，所以他怎么处置，这都属于法外之地。所以在整个这个偷渡过程当中，险象环生，最后九死一生能够过了这关的那是少数人，还有更多的人在道上就没了或者海难。因为你看着别人选择冬季在地中海这偷渡，因为冬季的时候地中海相对风平浪静，可是大海我们知道哪有那么多准数，而且这些蛇头驾驶的船只呢，那不是什么设备精良的大船，有很多船只都是被淘汰了的，本身就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稍微有点风浪起来很可能就得葬身在大海里。这还是我们说从海上，从陆路上其实也是如此。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人在藏到后备箱里啊，扒火车呀。就每年墨西哥到美国，就扒火车到了美墨边境的人，有不少人都死在火车上，因为他们不能通过合法手续登车，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丧生。还有的人采用各种各样方法偷渡，比方说甚至有人想办法就在这个轮船的螺旋桨上边那待着，觉得那是个地方，稍微一打滑掉下去了，螺旋桨一转，你想你还活得了吗？当年还曾经有人从法国偷渡到美国，在飞机那个螺旋桨机翼那儿，你想想1万多米高空那得多冷啊！就这种情况下，10个人里得死9个半，还真有一个人奇迹般的居然到了美国活了，他的体温都26度了，人体体温要降到30度以下基本就活不了了，他居然还活过来了。说这据说是通过这种方法完成偷渡的唯一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整个偷渡的这个线路上充满着各种不可知的风险。那说到这儿，有人说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他为什么还要用偷渡这种方式跑呢？咱们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那《闯关东》里边就体现这个山东河北连年大旱，造成人吃人，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没办法一路通过锦州陆地往这个东北跑，还有通过海上烟台、威海那出海奔旅顺。我们看《闯关东》里边那不就是海上吗？其实那就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属于地道的偷渡。你看他在海上，日本人和俄国人打仗，随时有这种战争风险把你全击沉。再一个，大海上的风浪随时可能使整个船翻了，即使这些你都没赶上，那种饥饿、瘟疫，咱们看《闯关东》里那夏掌柜不就是吗？在船上饿得不行了，要不是朱氏母子最终可怜的给他掰份煎饼，他都活不了。所以就说我们说整个偷渡的道路，那是充满着各种艰辛，随时随地要面临着死亡。就它不仅仅是说遇到天气的问题、战争的问题，还是最终饥饿的问题，这里任何一点上来就可能要了你的命。那你看有这么多险象环生的事儿，这些偷渡客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走呢？就是留在当地也是死路一条，我还不如往外闯一闯。而且2014年到2015年这2年，世界范围之内偷渡的人比过去成倍的增长。就什么难民增多了，难民增多意味着什么？各地方不消停。像我们最近了解到，你像乌克兰这边、伊拉克这边、也门这边、叙利亚这头，整个非洲，包括埃及，它的政治骚乱、民间骚乱，包括利比亚现在动荡的局势，就说这几年国际上的这方面的局势造成的难民的数量比过去增多。就像我们说大量非洲的难民，当地的战争和饥荒，不被这榴弹给打死，不死在战争当中，不死在炮火当中，也最后得饿死。所以这种下场造成的，我们索性出去闯一闯，没准还能闯出一条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宁可太平年代当条狗，也不在乱世当中做人。只有这么九死一生闯一下，或许有10%的希望。你琢磨琢磨可怜不可怜？在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你想这个人还能叫人吗？
所以咱们得珍惜今天呢中国这种和谐安定的局面，咱们也得很为自己国家呀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感到欣慰。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美国军方对伊拉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空中打击，随后呢，美军出动了军机和无人机，对伊拉克北部的一些地区实行了连续4次的空袭。众所周知，2011年奥巴马执政期间宣布美军彻底从伊拉克撤军，这是脱离了伊拉克这个是非之地。那么这一次奥巴马为什么又选择重返伊拉克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这次选择空袭伊拉克的方式和过程。通过刚才的这个新闻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军这一次所谓的空袭伊拉克呢，它其实是有限制的打击，它主要的目的呢是限制自己对手的这种行动空间和行动方向，并没有说彻底要去消灭一个指定的反对力量。那么同时奥巴马也再三表示，美国不会再度卷入伊拉克战争，也不会派地面部队。那么大家都知道2011年呢，奥巴马宣布说美国呀军队呢要彻底从伊拉克撤军。那么撤军的时候呢，美国的官方说伊拉克呢已经是一个独立稳定的国家了。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呢，伊拉克离美国这个目标来说，那可以说是非常遥远的。因为从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一直到他撤军之后这段时间，整个伊拉克从2003年到现在，由于复杂的内部矛盾以及周边相对险恶的环境，伊拉克国内的这种军事冲突从来就没停止过。所以说伊拉克现在是自由稳定，这个话未免有点自欺欺人。所以这一次呢，奥巴马呢部队呢空袭伊拉克，虽然地面的部队没有这个进入伊拉克境内，但是这种军事行动呢也令全世界感到很震惊。就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内无论是议会还老百姓啊，普遍来说大多数人反对再卷入伊拉克。因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呢，美军总共大概死亡了4000多人，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讲，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过失，而且同时呢，军费开支是非常庞大的。美国老百姓呢也对这个负担呢表示厌倦，表示不理解，同时积极反对。所以这一次奥巴马重返伊拉克，他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奥巴马为什么要选择重返伊拉克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最近多次在国际新闻里出现的一个新名词，那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针对这个恐怖极端组织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组织是怎么冒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呢，它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原来呢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借助叙利亚的内战，它发展壮大了，然后从叙利亚反对派的地区呢，又扩展到伊拉克北部地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一点点发展壮大起来，不仅有稳定的财政支持，而且他的部队在军事训练这方面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野战军呐、游击队呀那种方式，一点点向正规部队靠拢，所以他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大。而且这个实力强大给全世界带来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因为他的一些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一些理念现在已经露出了很大的苗头。这个组织的打头人呢叫巴格达迪，其实这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名叫易卜拉欣。在今年6月29号，这个组织开始对外宣布，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就所谓这个强大的伊斯兰国指的是什么呢？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必须都听这位易卜拉欣的，因为他自己指认自己呢是这个伊斯兰国的哈里发。什么是哈里发呢？我们很多人学世界历史的时候都了解过，哈里发的本意呢就是所谓的代理人呐、继承者。它是指呢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呢继承人当时分为4大哈里发，
就是哈里发的本意是继承者的意思，其实就是军队、政权、宗教三者合一，就是最高领袖。那么这个四大哈里发时期呢，最强盛的时候呢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么在1924年呢，土耳其呢宣布废除了哈里发这个称号，也就是说哈里发这个称号呢已经有90年的时间被封存了，没有再现了。那么现在这位易卜拉欣呢又把这哈里发3个字抬出来，意思是全世界的这些穆斯林都应该听我的，我们统一归到一个伊斯兰国内。那么这种极端口号呢，在中东和世界很多地方，对于一些极端分子来说是有市场的，有很大煽动性的。而这易卜拉欣在6月29号也说，我们要建设这伊斯兰国呢，得多么强大呢？是我们要恢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横跨欧亚非时期的荣光。也就是说，这种极端组织呢，它以恐怖主义为主要打法，其实在一定程度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而它的手段本身非常恶劣。你像他在这个伊拉克干的这些事儿，比方说攻占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是以基督教为主的，那好，他对这个城市老百姓呢提供2条道，要么呢你就皈依伊斯兰教，放弃原来的基督教信仰，要么就给你上很重的宗教税，其实就是等于敲竹杠，你得拿钱。到后来变成什么了呢？你如果不听我的，就把你撵走了，这财产我同样霸占过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国很多的军费，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平民百姓，从所谓的异教徒那里掠夺过来的。而且在他们眼里的异教徒呢，那不光是说基督教、佛教、其他教派，就包括伊斯兰教里边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他们也视为异端，而且下手非常狠辣，不留余地，危害非常大。所以这么一个极端组织呢，在一定程度来讲，在短短的最近也就几个月之内，引起了世界范围广泛的关注。这个易卜拉欣呢，也被认为是本拉登第2。其实在我个人看来，他的危害恐怕比本拉登还要大，因为这个易卜拉欣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它就有一个明确的建国纲领，它会形成一种相对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极为有煽动性。所以它对全世界的危害，我认为在将来来看，如果你现在不及时的消灭这股势力，它的危害可能比本拉登还要大。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奥巴马选择重返伊拉克。他重返伊拉克呢，不仅仅是说为了消灭这个极端组织，他当然有这想法，但他现在美国军方这种作为呢，只是限制这个极端组织行动。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里有几个非常清晰的理由。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极端组织威胁到了美国人的安全和利益。你看这个极端组织呢，在进入伊拉克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是先在北方盘踞，然后向巴格达挺进。本来他进入北方之后，离哪儿近呢？离库尔德人控制地区很近。我们熟悉这个国际政治的朋友都知道，伊拉克国内的几种政治势力，你像这个什叶派穆斯林要占60%的人口，逊尼派穆斯林占18%，库尔德人占18%，就这几乎是伊拉克人口的全部了。那么库尔德地区呢，其实这些人一直也在谋求着，我或者是独立成一个国家，或者自治。而且库尔德人呢，在武装力量上很强悍，他们原来的民兵呢叫自由斗士，萨达姆时期呢都令萨达姆感到很头疼。所以他的武装力量的强悍程度呢，要高于眼下的伊拉克政府军。我们也知道，前不久伊拉克政府军3万多政府军对上800个这个极端组织的叛军，结果居然呢掉头溃败。那么一开始这个极端组织在与库尔德人对峙的时候，他不想直接面对库尔德人，因为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军队挺强大，所以绕过库尔德人往南挺进巴格达。可是我们也知道，巴格达呢是这个伊拉克的政治中心，如果这个地方沦陷了的话，那么整个伊拉克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守住这个底线呢，现在伊拉克政府军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一定要守住。所以这个极端组织发现呢，这块骨头很难啃，所以掉头又往北上，又谋求跟库尔德人那里夺得地盘啊，扩大势力。
那么其实当时伊拉克政府军判断呢，认为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呢能够遏制住这个 ISIS 这个极端组织，可没有想到的是，库尔德人没有挡住这个极端组织的军队，反而被他呢掠夺了很多城镇，攻陷了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威胁到现在库尔德人的政治中心阿尔比勒。这个阿尔比勒这个城市呢，里边呢很特殊，它里头有美国的领事馆，而且有很多美国人在这工作。其中呢，奥巴马政府派出了300名美国的军事顾问，帮助伊拉克来解决这些军事冲突问题。这300个军事顾问的大多数就在这个地区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极端组织军队一步一步逼近了阿尔比勒，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造成大量老百姓流离失所，躲到山区里边去，因为都知道这极端组织手段太狠了。那么如果一旦阿尔比勒沦陷的话，那么整个伊拉克大多数地区将会被这个极端组织控制，同时更主要的，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奥巴马他这次出兵之所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美国国内呢政治力量上也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我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从这一点来讲，在世界范围都说得通。任何一个国家，当他自己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海外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国家都有义务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保护自己的公民。所以，如果阿尔比勒被极端组织攻陷了，那么美国人将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奥巴马首先这个出兵有一个发自自身的高大上的理由，保护自己国家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时候美国要发挥自己世界第一大国、头号强国的国际责任，就是不能坐视这里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什么人道主义危机？就我刚才说的，在与这个库尔德军队交锋的过程当中呢，当地有很多平民百姓被迫流离失所，躲进了山区，而且多数是妇女儿童。现在这4万多人难民就面临着饿死、渴死、热死的这样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当极端组织军队一点点向阿尔比勒推进的时候，奥巴马宣布我要空袭。空袭刚才我们看短片当中就有，它的主要的空袭目标呢是这个极端组织军队里头的装甲车呀，什么这些军事进攻设施，把这个摧毁了，目的告诉你我要在这设一道屏障，你不要再过来了。而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的军方呢空运了大量的物资来援助当地的难民，给他们运送水呀、吃的这些东西，不要让人道主义危机出现。所以这2个理由应该是奥巴马这次空袭伊拉克最名正言顺的理由。当然同时还有个潜在的道理，就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一天天临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啊，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啊、医改问题上啊争吵不休。而奥巴马代表的这个党派呢，他的这种政见主张历来被认为呢有点示弱，就对外的手段不够强硬。所以这次奥巴马呢，他可以通过对外打击伊拉克的方式转移一下国内的注意力，扳回一点劣势，秀一秀自己的肌肉，来看看我奥巴马在外交上不软，我也很强硬。所以他同时呢也有这样的政治考量。当然这个第3种理由呢没有前2种理由那么充分，也就是说美国这次出兵伊拉克呢，它是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能不能够现在把伊拉克的局势稳定呢？能不能够完全的遏制住，就是我们说这个 ISIS 这个极端组织的活动呢？因为美国现在停留在这种空袭水平呢，就是限制你不要往这儿来，说白了拦一道屏障。它主要的目的其实是遏制防守，而不是主要进攻。而且你通过空袭的方式呢，你无人机，不派地面部队，这个打击不可能太精准。这个极端组织它在伊拉克境内是遍地开花的，进攻点是高度分散的，你很难通过空袭精准打击一个地方就能够打到它的7寸，这个可能性不大。就说美军现在要出动所有的力量，假如说真要对这个极端组织进行毁灭性打击，我相信美军是能做到的。但是
现在奥巴马没有这样做，因为确实如果出动大量的军力的话，等于又重新卷入伊拉克战争，这个他将在国内面临着广泛的质疑，以及未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他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来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你就国际舆论来讲，说伊拉克现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美军是有责任的。咱首先得承认，2003年以前，萨达姆政权是独裁的。美军攻击萨达姆政权，这在国际舆论是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可问题是，你既然把这个地方一个旧的世界摧毁了，你就有义务帮助当地人建设一个新的世界。那实践证明呢，美国摧毁了一个旧世界，但是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自由、稳定和繁荣。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美国人坐视不管的话，那他也将面临国际舆论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但是眼下来看呢，他这个责任是有限度的责任，就是我先遏制你一下。这个极端组织确实受困于空中袭击呢，暂时停止了行动，但不定什么时候他再卷土重来，因为他始终是个不安定因素。甚至你就是把他打出伊拉克境内，他跑到叙利亚那边，也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间就回来。所以要解决伊拉克国内的局势，首先一个问题就在于伊拉克国内能不能拧成一股绳来共同对抗极端组织。现在看伊拉克为什么这么些年这些复杂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多方的矛盾无法协调。萨达姆倒台了，逊尼派穆斯林失势了，什叶派穆斯林当政，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包括我刚才说的库尔德人跟逊尼派、什叶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这个矛盾，说白了各藏西普世。就说美国也已经没有这种力量能够把这伊拉克国内的矛盾给化解，他需要伊拉克各方力量坐在一块好好谈，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利益阵线，这样才能更好的对抗这个极端组织。所以美国为什么选择有限制的这种打击，也正是即使他真正的狮子搏兔出全力了，恐怕伊拉克还会像2003年以后那种局面，很难有太大的改观，而这种事情确实令美国人感到头疼。但是我们首先得承认，美国这次军事袭击伊拉克，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种正义之举。因为这个所谓伊斯兰国，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现在采取的行动，这等于是在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上对全世界形成威胁。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拧成一股绳来对付这股可能给全世界带来威胁的这个极端势力。